怪物横生的神仙境内居然出现了一座废弃的村庄，而且村庄内还住着一个树人和一个小姑娘。仙太在村内调查了一番后，被数不清的谜团冲得大脑宕机。如果天仙真是仙药的守护者，那他就不能贸然前往蓬莱。但画眉丸等不了那么久，他直接甩开队友，独自南下前往最中心的蓬莱。然而等画眉丸走出树林，却听到一阵阵诡异空灵的念经声，许许多多树人都盘根坐在地上，似乎在对着一个方向跪拜。这些树人靠近也没有反应，就像死了一样。画眉丸没有时间细想，死刑犯和窃位门们不同，这座岛再危险也没有反悔的余地，不带回仙药就无法被赦免，他们只能选择前进。和吊背的方丈瀛洲不同，据说蓬莱如今依旧美丽，是神明与仙人居住的真正神仙之乡。画眉丸的面前出现一扇朱红的大门，正在他欲推开门进入之时，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正是杀死了点族的仙人朱瑾。两人都被对方吓了一跳，画眉丸更是高度警惕起来。面前的女人虽然是人形，但明显不是人类。然而还没等画眉丸做点什么，朱瑾突然长叹一声，摆烂一跪，问他能不能自己离开。要是发现人类就必须抓住。社畜刚杀了个人下班，都到家门口了，实在不想加班。画眉丸问他抓人是为了做成仙药吗？一句话激起了朱瑾的杀心，两个人双双冲向对方，擦肩而过后互换位置。朱瑾发现自己的手被折断了，画眉丸紧接着对他脖子就是一脚，脖子扭了几圈之后又复原。朱瑾稳住身形冲向画眉丸，一拳砸碎了他脚下的地面。有再生能力以及远超体型的力量与速度，这就是木树人嘴里的天仙。画眉丸挡下朱瑾一掌，两脚将他脑袋转了90度，紧接着火僧燃起，熊熊烈火瞬间将朱瑾包裹。画眉丸本以为已经解决，然而就在他分心看大门之际，烧成焦炭的人形对他肚子一拳加一脚，画眉丸整个人被砸进墙里。焦炭退去后，朱瑾变成男人形态。画眉丸问朱瑾是不是天仙，朱瑾反问他是不是人类。随即两人展开激烈的战斗。朱瑾是杀不死的，就算踹掉脑袋砍断手臂还是会再生，而且臂力非常惊人。一旦夺成持久战，必定是画眉丸先被耗死，得必须寻求有效的攻略方法。而就在画眉丸一脚撞向朱瑾的腹部时，突然察觉对方脸色突变，脸上青筋暴起，一口血吐了出来，身体变回了女人形态。朱瑾的掌心搓出一颗螺旋丸，两股气团汇聚双手。画眉丸很气人，所以去死吧！气团正中画眉丸腹部，画眉丸如遭重击，跪倒在地，吐出一大口血。紧接着气团不断隔空砸向画眉丸，冲击的体内扩散，那未知的力量根本无法格挡或者躲避。画眉丸遍体鳞伤，妻子的笑颜浮现在面前。加满 buff 的画眉丸顶着攻击，不要命的冲到朱瑾面前，两人的拳头你来我往的互殴着。就算眼睛鼻子全部都废掉，他也必须活着回到妻子身边。既然能够再生，他就使用更快的速度让他来不及再生。拳头是咒语一样击打在朱瑾身上。画眉丸舍命的攻击终有了成效，被吹成肉泥的朱瑾动弹不得，瘫倒在地。画眉丸问他仙药在什么地方，只见朱瑾突然咧嘴一笑，体内枝桠开出艳丽的诡异的花，将他整个人完全覆盖。在画眉丸惊骇的目光中，朱瑾变身成了一只让人散之狂躁的怪物。画眉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这不是第一次遇见怪物，只要认真分析，见招拆招就一定没问题。但没想到面前这个怪物居然是雷电法王，一发电疗下去，画眉丸毫无还手之力。而且由于反伤严重，他根本无法使出火僧。朱瑾挥舞着触手将画眉丸所在的位置重重抽打。一时恍惚间，画眉丸开始怀疑他这几天的经历真的是现实吗？怪异的术法，巨大的怪物，简直像一场噩梦。画眉丸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家的木屋里，妻子就守在他身边，问他是不是做了噩梦。见画眉丸起来之后就在哭，妻子去给他倒茶。最近画眉丸都很忙，今天好好休息一下吧。环顾四周是熟悉的一切，画眉丸笑了，就算是梦，能跟妻子说话的话，他就很高兴了。他向妻子道歉，自己可能会回不去了。画眉丸被朱瑾攥在手上，即将拧断脖子，突然鲜血四溅，毫无意识的画眉丸劈断了朱瑾的一只触手。忍者铁则20条，万一陷入濒死，应当凝聚生命之火，在死前最大可能杀伤对方。熊熊烈火烧向怪物化的朱瑾，经过训练后，画眉丸会不受意识控制，在濒死之时条件反射的和敌人同归于尽。而就在朱瑾准备再次凝结雷电给画眉丸来上一发雷击之时，小梅突然护在画眉丸面前，运作力气凝结成一颗光球，护着画眉丸滚下悬崖。怪物原地消散，变回朱瑾的样子，而朱瑾居然也认识小梅。仙太对着左切土下做请罪，他昨天睡得太死，根本没发现画眉丸不见了。外面的浓雾太大，到处也找不到人。左切想要去找画眉丸，杠不乐意。画眉丸是自己走掉的，他们没有理由去浪费这个时间。而左切作为前卫们，为什么要在意罪人的死活？树人突然开口说，他可以带路去蓬莱。小梅不见了，应该是跟着画眉丸去了蓬莱。得知树人在雾中抵达目的地，杠突然开口说他也要同行。路上他问树人，天仙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而此时的蓬莱里，树人口中的7位天仙正聚在一起例行报告。
关于数日前上岛的人类，虽然人数很少，却凶猛异常，早晨被杀死了不少。菊花责怪朱瑾监管不力，海边发现的人没抓住不说，昨晚还在门前和人类陷入苦战。说着，菊花挥手轰掉了朱瑾的脑袋。而此时的朱瑾面容腐朽，形容老人，一看就是气使用过度了，居然被一个人类逼到使用鬼尸节。同伴的嘲笑他的窝囊无能，连警告菊花他们是一家人，家人应该团结，也应该有所服从，服从于他，也只有他才能杀死朱瑾。他问菊花遇到的人类怎么处理了，听菊花说已经打到半死，扔进洞里，连让他别大意，他发现了门神的尸体，能杀死门神的人定非等闲之辈，再加上有朱瑾陷入苦战的人类，这次或许有所不同。万一让他们逃离洞穴，附上的野兽将凶猛至极，若同一上岛的人类也实力相当，那事态将会相当严重。连问朱瑾是否确定将化缘丸杀死了，朱瑾点头，所有7人一同饮下泛着彩色光泽的酒，朱瑾随之恢复原形。这7位天仙在数人口中分别被称为普贤上帝、阿闪大帝、不空救君、保生大圣、如意元君、文殊公公和菩提帝君。据说是由修仙成神的仙人分裂而来，7人的容貌声音相同，但性格分工各异，一起统治这座岛。这是树人在幼时听说的传闻。刚问他说还是叶子的时候吗？树人说自己曾经也是人类，岛上的居民都曾是人类，比普通人寿命更长，信仰更深。曾经的村子也是一片繁荣。最后树人将他们带到那片诡异的林中。1000年之前，村子开始衰落，他们虽然寿命长，但会在死前树化，身体逐渐变成一棵树木，以坐禅的跪拜姿态扎根大地。树化的时间与年龄无关，他们会在失去意识之前来到这里。据说如此一来，死后的灵魂就能葬入蓬莱。树人走到一棵小树面前，向几人介绍，这是他最先树化的女儿，而他也活不了多久了。蓬莱是灵魂最终的安息之地，天仙则作为神明，拥有资格挑选入蓬莱的人，绝不可忤逆。画眉丸从河滩上醒来，身边躺着昏迷的小梅。和朱瑾一战后，画眉丸意识到这里根本不存在天仙和神明，那些都是怪物，而只要是怪物，就一定有办法杀死。但是在这次需要同伴的力量。而就在这时，剑龙和他的前卫门复之出现在画眉丸的面前。